中共党刊《求是》杂志8月16号将刊发习近平关于民营经济的文章，要求民营企业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来，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习近平特别提到困难和挑战，要民营企业家拿出拼的劲头。看来中国经济问题非常严重，民营企业家在习近平指引的路上再也走不下去了，他们纷纷选择了一条让人吃惊的路，和这个世界永远告别了。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邵峰。中共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中国经济全面放缓，工厂活动和零售额令人失望。中共统计局8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5.7%， 增幅不及6月的 6.8%， 创下去年11月以来最小升幅。这个结果令人惊愕。中共政府上周才宣布，出口仍在强劲增长，7月工业生产怎么就疲弱了呢？中国7月零售销售同比增长 3.7%， 为今年以来最小升幅，且升幅不如6月的 4.8%。 中共统计局表示，随着数百万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就业市场，城镇失业率从6月份的 5.0% 升至 5.2%。 最新官方数据描绘了一幅悲观的景象，中国经济下半年可能会更为艰难。本月人民币新增贷款增速20年来首次出现萎缩，凸显出借贷和支出意愿低迷。经济学家认为，在出口增长后继乏力的背景下，中共政府需要提振国内支出来保持经济增长势头。近几周，北京方面没有宣布大规模新举措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加大抑制企业间恶性竞争的力度。中共宣布的政策仅包括补偿消费贷款和为准父母提供财务支持等小规模举措。上个月，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承诺，将加倍努力落实已出台的政策，包括旨在提振消费的以旧换新计划，以及为服务业提供金融支持。出口需求减弱，中共政府应对措施进退失据。凯投宏观中国经济学家黄子春说，我们认为几乎没有理由指望今年余下时间经济会出现多大程度的复苏。农业信贷银行驻香港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智小佳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活动数据可能会显示出更多增长放缓的迹象，甚至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以更快的速度放缓。中国房地产低迷更是旷日持久。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房价下跌，建筑活动萎缩。财新网8月15号报道，一线城市二手房价连续4个月环比下跌，跌幅不断扩大。中共统计局历史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6月，一线城市二手房价分别环比下跌 0.2%、0.7% 和 0.7%。据8月15日中共统计局最新披露，7月一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下跌 1.0%。 最新数据还显示，北上广深7月二手房价分别环比下跌 1.1%、0.9%、1.0% 和 0.9%， 纷纷创下2024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从同比来看，2025年7月一线城市二手房价同比下降 3.4%，降幅同比扩大 0.4个百分点。北上广深的二手房价分别同比下跌 2.9%、2.2%、6.0% 和 2.5%。2025年前7个月，4个城市的二手房价分别同比下跌了 2.2%、1.4%、7.8% 和 4.0%。今年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至 1.6%， 不如1至6月的 2.8%。 习近平16号发表的文章说，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来。
呼吁企业家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在这番说教背后，隐藏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辛酸血泪。纽约时报新兴世界专栏记者袁立8月13号在不明白播客最新一集报道，今年4月至7月，毕光军、刘文超、曾玉洲、汪林鹏4位知名企业家接连非自然离世。今年1至7月，已有至少19位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或高管被中共检察机关以留置措施调查，其中就包括刚刚离开我们的居然智家前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他被留置过3次，在最后一次留置被解除仅4天后，突然从楼上摔下去了。袁立写道，回顾过去5年，从任志强案、孙大武案，所谓的扫黑除恶打击有组织犯罪，到针对企业家的远洋捕捞，到今天的企业家破产负债、被留置、坐牢、自我了断，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财经媒体吴晓波频道评论说，从4月16日到7月27日，有4名知名的企业创始人正值50几岁的壮年，却用非正常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在他研究的当代中国企业史上十分罕见。吴晓波说，他们创业时间都超过了20年，他们的企业规模在行业中都属大中型，有人甚至成为过一省的首富。就拿家居行业头部企业居然智家董事长汪林鹏来说，今年4月18日，居然智家公告说，汪林鹏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留置立案调查。第二天，居然智家开盘一字跌停，公告显示，汪林鹏所持公司 3.72 亿余股股份被司法冻结，包括 2.79 亿股高管限售股份，冻结起始日为2025年4月17日。在汪林鹏解除留置的次日，西南地区头部家居卖场上市企业富森美发布公告，宣布董事长刘斌被成都市郫都区检察委员会签发了留置通知书。今年5月，另一家大型家居卖场上市企业红星美凯龙创始人车建新被云南省检察委留置。至此，国内3大家居卖场上市企业创始人均被留置。路媒观察者7月28日报道说，有业内人士坦言，这也是对行业的海啸预警。家居行业的含义已经深度传递，对于一些企业和从业者而言，压力的确已经达到了临界点。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家具行业营收同比减少 3.9%， 利润暴跌 27.9%。另据 Wind 统计的26家已经预告今年上半年业绩的上市家居企业数据来看，有15家出现亏损，其中有6家首次出现半年报亏损。7月17号，知名装修企业亮家居老板曾玉洲从办公楼上纵身一跃，时年53岁。7月21日，亮家居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停业公告，提醒债权人到对应的联络点登记债权。根据公开信息，曾玉洲于2001年创立亮家居，凭借其较早提出的整装全包模式，一度成为行业主流。他本人也被誉为整装校长、装修教父。巅峰时期，亮家居的门店数量达到160家，累计服务家庭超过55万户。曾玉洲离世的第2天，他一手打造的家装连锁企业就陷入严重危机。7月18日，亮家居突然发布停业通知，称受房地产行业低迷影响，长期亏损，已无力维持运营，将配合破产清算程序。据路媒报道，多家门店大门紧闭，透过门缝可见店内仍堆放着装修材料，却不见员工踪影。公司中层管理人员证实了停业消息，并表示即便是仍在盈利的门店也被统一关闭。亮家居创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广州，曾拥有100家分店，分布于华南地区大型购物中心。法广微言微语栏目8月3号报道，网友 @fearnation 世界苦茶发帖说，中国最近民营家装企业的轻生潮，原因是他们都遭到留置，
该程序明显是监察委扩权和秘密警察化，直白说就是东厂化，这将翻开残酷的一页。一篇题为《首富汪林鹏的最后72小时》的网文这样写道：7月23日，一个周三，老汪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家里，3个半月时间，老汪暴瘦20斤，这是他第3次进去了。外人很少知道，这轮番的风暴究竟将怎样的重压倾注在他身上。老汪一个朋友说，老汪待的地方色调是刺目的惨绿，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老汪其实很乐观豪爽，也很皮实。老汪是出了名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性子，他比现在大部分民营企业家都要更坚强、更进取，是一粒铜豌豆。谁曾想，这粒铜豌豆竟在这场人生的风雪摧折下碎裂成齑粉。网友@RikaWSB 发帖说，居然之家老板汪林鹏是今年的第6跳了。我想起了金融圈的一句话，通缩比通胀可怕。通缩是会死人的。1933年，经历了大萧条和个人破产的欧文·费雪提出了债务通缩理论。当物价持续下跌时，债务的实际负担会急剧放大，因为货币购买力增强，借款人需用更多值钱的钱来还债，导致破产潮涌现，企业清算，失业激增，进一步压低需求，形成恶性循环。最终，整个经济体如一艘漏水的船，沉没在绝望的深渊中。中国目前的情况和费雪的通缩的9个环节一模一样。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称，中共领导层匪夷所思地不愿意转向内需。中国经济的核心症结在于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过低，家庭收入分到的蛋糕太小。诊断如此明确，治疗方案如此精准，中共采取的疗法堪称荒诞。中共提供的药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好比给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换一口更先进的锅，能填饱他的肚子吗？中共当局却还在高调宣扬新质生产力，给中共党魁擦鞋，这只会加剧中国经济通缩，并将过剩产能的祸水引向全世界。中国需要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建立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但这意味着要彻底颠覆中共现有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格局，是一场权力的再分配。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给奄奄一息的需求测胃药，是因为这药会损害中共统治的根基。中共宁愿牺牲民营部门，也要保卫国家部门的利益堡垒。中共进行所谓供给侧改革，而不进行需求侧改革，就是为了避免体制改革，加固既得利益者的防火墙。在民营企业家活不下去的时候，习近平却要他们继续拼，难怪他会说出通缩有什么不好的名言，堪比何不食肉糜的傻子皇帝司马衷。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